OK， 好，那再来呢几个问题，大家没有问，那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经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整理过的，对，整理了几个可能大家 maybe 没有意识到的，或者至少是我们到那边以后我们才想到遇到的问题。好，那第一点就是时差。OK， 其实我们这次呢，在出发之前呢，其实这算是我们自己的小 miss 啊，就是我们以为他们应该都是同一个时区，我以为他们都是同一个时区，对，那所以就没有特别去注意时间的问题。那结果呢，是我们从芬兰开进挪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那一天车怎么开了那么久啊？怎么比我预计的久这么多啊？怎么差了这么多啊？时间也不对，怎么看起来都怪怪。而且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你是没办法看太阳去辨认时间的，因为呢，那个时候是永昼。对不对？太阳一直都在天上，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到底那个时候是几点啊。后来我们才发现说啊，原来芬兰跟挪威就芬兰跟其他3个国家，他们有1个小时的时差。我们那时候就是前面完全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OK， 好，第二个货币。对他们这4个国家好特别哦，特别不团结。就是他们虽然国家都很近，对，然后呢，但是他们用的都是不一样的钱。那芬兰呢，它用的是欧元。对，除了芬兰以外呢，他们用的都是克朗。但是克朗又虽然名字都一样，但是又不一样。对，就是挪威克朗、丹麦克朗、瑞典克朗，通通都是克朗。对，那挪威克朗呢，跟瑞典克朗他们比较接近，那个大小汇率都比较接近，几乎是1比1啦，可以这样说。然后他们也差不多就等于1/10欧元，这个都比较好算。那只有就是丹麦克朗是比他们要再大一点点的，换欧元的话，好像可以换到8块还是怎么样的，就是大概大一些些。OK， 好，第3个，就是路况。这个也是比较少人问，但我觉得好像还是有必要。对，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况的问题，因为我们这次是开露营车旅游嘛。好，那露营车的开车的路况来说的话，就是因为车比较大，所以最好是不要开太快，然后你再开山路什么的，就是会比较难一些些啦。好，我只能这样讲。那路况来说的话呢，我们在芬兰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 Google 基本上都导我们走一些小路，乡间小路，但都还算蛮直的啊，路也都不错，所以就还好。那到了挪威的时候呢，就很麻烦了，因为从头到尾都是山路，然后不管在挪威北部是山路，然后到了挪威南部到了峡湾，全部都是山路。对，那在山路上呢，就会出现一个是我们完全没有计算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当初在设计行程的时候，我们就是看 Google Map， 然后它就会有行程告诉你说这一段路大概要开几个小时这样子。但是呢，我发现 Google Map 的它这个行程的计算啊，它大约是用就是速线的极限速度，比如说速线是90公里，它就是用大约90公里或者85公里去算。对。那但是我们是露营车。然后开山路，这不可能开80-90公里，你知道吗？就是除非你真的要飞出去了。所以说，在挪威北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Google 说3个小时，结果我们要开5个小时，对，然后再加上老爸喜欢停下来拍照，喜欢停下来拍照，然后就开了6个小时。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 Tromsø 那一集？那一集真的开好久哦。6个小时的路程，那天确实就是 Google 都说6个小时的路程，我们整整开了10几个小时才到，真的开到都一整天都在车上，已经快要发疯了。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大家来挪威玩，不管你是自驾一般的小轿车，还是你要玩露营车，这个都可能大家要再额外去多保留一些时间。对，大概可能多保留个1/3到1/2的时间哦，真的，因为。Google Map 它在对于山路的这种计算，我觉得有点不是很准。然后而且呢，挪威呢，它这些山路呢，它定的速限又很高。对，它像我们在台湾，如果是山路的话，它可能速限就是40，最多给你60。
对，但是在挪威的话，山路的速限是80跟90，就是我不知道，真的是车神哎，你要怎么样可以开山路，然后扭来扭去，然后开8、90，这是很难。那加上我们是露营车，根本就不可能。如果那样扭的话，早就翻车。好，那这挪威讲完了，然后再来就是到瑞典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高速公路，也就很好开了。那丹麦我们基本上没怎么开，因为我们就是过桥到哥本哈根，然后就回去了。对，那刚刚讲了瑞典的高速公路的话，它速限是130，它可以开很快，就很顺。好，那我们是就算露营车，我们也可以开个120，对不对？也还是可以很顺，因为都很直啊，路都很大。对，所以路况的部分呢，只有在挪威北部的时候需要担心一点点。好了。最后就是过境的问题。对，有朋友问，其实有人问。好，那基本上呢，在北欧这几个国家呢，全部都是欧盟国，也都是申根国。好，所以说呢，基本上它完全没有边界。在欧洲，大家有来过欧洲跨国旅游的人可能都知道啊，就是欧洲在申根国地区来说的话，它是完全没有国界的，你就是直接开过去，它连关口都没有。所以你就是像我们就从芬兰就过了一个桥就到挪威了，然后再从挪威又过了一个桥就到瑞典了，对不对？那瑞典也是过个桥，那个桥就很大，就是那个松德海峡大桥，然后过个桥就到丹麦了。我们整趟旅行呢，只有一次被检查护照，就是在从丹麦回瑞典的松德海峡大桥过完桥以后，到了要下桥的时候。在缴过路费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有跟我们要一次护照，不知道为什么，不确定为什么，因为可能看到我们是亚洲面孔，就是不是当地人，他就抽查了一下子，然后那次呢还被叫到旁边去，停在旁边，因为他以为我们就是后座就是有违规，就是因为你在露营车的时候，你也是要像一般车一样，你是要系安全带，要好好坐在位置上，你不可以躺在床上的。对，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那个海关警察，就是他们以为我们有人在后面煮饭啊，有人在后面干嘛这样子，他们不知道，所以他就请我们到旁边停了一下。那后来呢，就误会解清了，然后就跟他们说了一下，然后他也就是说提醒我们一下交通规则这样子，然后提醒我们安全驾驶，然后就放我们走了。所以基本上过境没什么问题，都是很简单的。对 ，OK， 那这边呢是我在剪辑这2部 Q&A 影片的时候呢，在后来又另外想到，还有一个部分，这2个 App 是我们在挪威的时候呢，使用起来非常非常方便，让我们露营的旅程呢有很多的便利性的一个 App。那今天也想要推荐给大家。OK， 那这个 App 呢就是上面这2个。我们先讲第2个，这个Park4Night 这个东西。OK， 那 Park4Night 这个东西呢，我是用 Android 手机啊，它是一个 Android 的免费的 App。然后呢，它其实有点类似于露营营地啊、露营设施啊、停车啊等等的在欧洲这一块呢，它可以用这 App 去搜寻营地，搜寻停车场或者是搜寻一些你露营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使用到的一些设施，比如说你要加瓦斯的地方啦，你要洗衣服的地方啦之类的，这一类的。那它的使用方式很简单，就是比如说第一个，你就先找到你要去的位置啊，比如说我们就选这个峡湾地区好了。好，我们选盖朗厄尔这边，大家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OK， 然后呢，就这里就按这个 Search this area。然后呢，它就会跑出这些非常非常多的图标。那每一种不同的图标呢，代表东西当然就不一样啊。比如说像是这种 P 的，它就是一般的停车场。那它这个停车场有可能是付费，有可能不付费，也有可能就是路边的停车场、停车格都是有可能的。好，然后像这种树的，一般就是一些公园哦。然后还有像这种有帐篷的地方，这种就是露营地，像这样。好，我们看到这边这就是一个付费的营地。那它这边呢就会有很多人去评价这个营地如何。那满分是5分，那这个营地大家评分的平均大概是3.75分，也还不错。
然后这边就会告诉你说，这个营地呢，它有什么样的设施它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比如说，它可以让你充电，它可以让你加水啊、排放废水啊、丢垃圾啊，有厕所，然后这个是洗澡的标志，然后再来是这营地附设的 WiFi，然后这个可能是不知道是冷气还是什么，这个我不太确定。然后这是营地是可以带宠物的，然后这营地有洗衣服，类似像这样。那这边呢，下面呢，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营地的价格，当初去的这个人呢，他获得的价格大概是怎么样子？好，然后有一些地址啊、坐标这样。那这些东西呢，这些营地呢，它都是每一个在欧洲的使用这个 app 的人呢，去上面标记出来的，所以它不是这个营地主在这边打广告的，所以它没有广告的问题。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大家评价，有去过的人觉得如何这样子。那这个 app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我们在整趟北欧的旅程，基本上都用这个 app 去寻找营地。好像这边都有很多的，如果你不想睡营地，你可以去睡公园，睡停车场等等。然后有一些像这种黄色停车场，它是就是白天可以睡，白天可以停，但是晚上就不让你停的也有。然后还有像这种红色的，就是专门也是 for 露营车的营地。像这种帐篷，这种是露营车跟一般的，如果你不是露营车，你是就是带帐篷露营的人，你可以去的这种是露营车营地，它就有分。所以这个 app 真的超级无敌好用然后还有像这种紫色的呢，这种就是它不是营地，但它是一个功能设施。比如说像这个，它就是可以让你加那个瓦斯的地方。然后我看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它可以让你加水可以有洗澡的。这个加油站它就有洗澡、有厕所、有什么还可以洗车之类的，就是它会有很多的功能，然后价格大概是怎么样，都可以在这上面查出来。然后就用地图的方式去寻找营地，非常方便。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去北欧露营车旅游的话，我觉得这个 app 必下。不要说北欧吧，整个欧洲其实它都可以查得到。比如说你像德国，好，我们随便找一个汉堡附近好了，有没有很多？它就通通都把你标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呢，像前2天上一部影片的时候，我就有看到有粉丝问我说，你们在市区你的车要停哪里？因为露营车说实话真的在市区很难停因为太高了。我们的车的话，高度都是3米左右。那一般的，比如说你市区可能是那种地下停车场，或是百货公司那种室内的停车场，你都是停不进去的。那么运用这个 app 就可以去找到你在市区可以停的位置，大家都帮你标出来了，真的非常的方便。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市区的时候呢，还可以找到像这种洗衣店，就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玩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的，你玩这种长期的话，露营车上是没有办法洗衣服的，对，那你就可以去这种洗衣店这样子。然后洗衣店也不会很贵，非常的方便，非常推荐这个 app。好的，那第2个 app 呢是这个 Go Marina 这个东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Go Marina 这个 app 是什么呢？它其实是给在北欧呢做游艇旅游的人用的。好，它是游艇码头的一个 app。我们可以从这边点进它的地图来看一下。OK，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地图呢，在挪威整个挪威的沿海，然后呢瑞典的南部，还有丹麦这一块，然后甚至是德国北部一些，OK， 它都是有这些。这是什么呢？它是每一个都是码头，港口码头这样子，是让你在玩游艇的人呢，他们可以把游艇停在这些地方。好，那我们是玩露营车嘛，我为什么需要这个 app 呢？因为在游艇呢，玩游艇的人，他们也需要像我们玩露营车一样，他们也需要找地方停，然后要加水，要充电，然后可能还要上岸洗澡、洗衣服之类的。所以说，在很多的游艇码头呢，都会有一些这些设施可以去使用。比如说像这个，就是我们在斯塔万格的时候，我会去使用过的。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个
图片哦，不知道大家看是不是很清楚？后面有一栋房子，有没有一个十字架 ？OK， 那它呢？当然，它这个是港务局这个港口港务局的一个办公室，但是呢，它就有附设洗澡、还有厕所、还有洗衣服的这些设施。OK， 所以说我们虽然不是开游艇哈，但是我们开露营车停在它的港口的停车场，我们也可以呢去付一个游艇的停泊费。比如说像那个时候呢，我就是付了这个100挪威克朗的这个，好，那就是这个小船的停泊费。我付了一个停泊费干嘛呢？付了停泊费，你就可以取得一组密码。OK， 那这个密码呢，就可以让你去进入这个港务局的这些设施的地方，它有一个门，上面输密码，你就可以进去，你就可以去洗澡，可以去用他们的洗衣机啊等等，你可以去上厕所。所以说这个也非常方便，可以让我们在城市有一些城市地区它是靠海靠港口的，但是你找不到营地，或者说你不想要住营地的话，那么你可以来这边，比如说把车就停在码头，然后呢就去洗个澡，对不对？那你就这样生活上玩露营车的时候也比较舒服一点。OK， 大概是这样。那但是不是每一个营地都有这些设施啊？不是每一个港口码头都有这些设施啊。有一些有，有一些没有，所以这个可能就要大家再去寻找一下。但这个 app 我们在挪威的时候呢，一共用过2-3次，真的还不错，蛮好用的，推荐给大家。OK， 好了，那今天讲了很多话，今天这一集影片基本上都是在讲话，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啦，我们这一整趟25天下来走了7000公里的路程，我们所有的经验总结。还有一些大家会好奇的地方，对，我觉得大家最好奇的一定应该就是钱，对，大家都是这样。就是问题。你们是不是只看了钱，然后看完了就关掉了？好吧，可能这段没人看。好啦，那我觉得这样的旅行呢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啊，跟一般旅游就是如果你都是住饭店啊什么，那就是差异会很大。对。那你说辛不辛苦的话，玩这么长的时间，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辛苦的。对，但是这些辛苦都是很值得的，都是很难忘的回忆。好了，那我们这一集影片就到这里啦。有任何其他的问题的话呢，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回答你哦。OK，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影片哦。那我们就下一段旅程见了。